其实这两支队伍之间，我们真的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的故事，不用铺垫太多，因为相信大家早就已经把兴致拉满了。没错，我们来尽情的欣赏这场红狼大战。先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的分边啊，在蓝色方是成都一常会，红色方是重庆狼队。最近你会发现在 S 组头部的一些队伍，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红色方的胜率还是比较多的。对，啊，红色方的 BP 的话也是具备着一些反手康的权，而 SK 在上一场比赛 BO5的蓝色方的主动方，他是基本上都是打明台的。就是基本上，其实大家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是老教练，大家选手能力都强，大家都研究那么多了，对，你也不是真的藏点什么特别深的东西，一般骗不了对方。那一上来是把阿古朵给搬掉了。哦，这两个阿古朵最近都是比较猛的。海月，什么意思？大师不搬。哦。搬鲁班大师 AG 版啊 ，AG 搬掉了。AG 其实，在赛场上鲁班大师用的还是相对于来说比较少的啊，在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依旧是没有用过的。他们上个赛季的话拿出来很少，但是拿出来都能赢。他们就是上个赛季拿能赢，这赛季索性不拿。对，大司命搬掉了，这一方面也是因为你把这个阿古朵给搬了嘛。阿古朵搬了之后，你这大司命你也别想拿。对，今天很大程度的对抗要看双方打野中期的这种经济和对碰。对，但是把阿古朵一搬之后，其实有很多坦克野你是方便拿出来的。阿古朵这个英雄他主要就是打长手，打长手的话6你坦克野比较痛苦。直接来开。对，一楼就给中艺先把英雄拿了。凯这个英雄在小胖的手中也是这个赛季拿5次，在中艺中也是拿5次，一个赢了3把，一个赢了4把。想听天籁之歌吗？朵利亚给拆了。你说杨戬，直接来。没什么问题。执行人间的意志。小胖的杨戬是真的厉害。你都已经凯了，如果把这朵利亚放给你的话，你就很有可能是双大凯。对，这个朵利亚一方面是拆，但是我选了朵利亚，我得有一个搭子啊，然后跟你在凯的野区上做对抗的两个英雄，一个杨戬，一个夏侯惇。但是明显杨戬目前这个版本强度还是要更高一些。习惯就好。刚刚李伟说了，杨戬在小胖的手中是4战4胜，主要画面感不一样。对，他这个有的英雄说某选手用的厉害，不能光拿数据说的事儿，咱有时候就是他在场上打出来的东西让人惊叹。就是你要是拿杨戬的话，那反手这个真机是肯定 AG 要放在手中的，而且这个真机也不想给到狼队去拿出来打自己的凯。是的。然后同时在辅助位置拿到了少资源。而狼队的话，他要去想一想，我在中路的位置是选一个比较偏工具人的中单，去打你的这手凯，比如说像西施这种，还是选一个清线能力较强的。司马懿这个概率不大，不可能。没人能在喵的暴躁节奏里战胜本猫。最近出了新皮肤，意思就是大家赶紧买。对，但是你不能安利一下。打 AG 上来第一把掏司马懿太吓人了。沈梦溪打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沈梦溪嬴政打甄姬都是挺舒服的，但因为对面是凯，所以嬴政不好出，于是我拿到了沈梦溪。主要这个甄姬谁都不想给对面啊，甄姬打前排太厉害。好，狼队把关羽搬掉了，都不想这手关羽其实两边都能拿，对啊，两边都能拿关羽，但是他如果不搬的话，我估计 AG 也会搬的。关凯组合吧 ，AG 处理掉狼队的上半图强度，因为已经是双大杨戬加上沈梦溪，如果再给一个狂铁的话，这个上半图就很难打了。因为自己在中轴上是做了一个真机，这一把 AG 估计会选一个公孙离啊、戈亚这种能够考虑把真机在前期放下，然后让射手走中的，强一点。对，然后补个墙，然后同时可以在上路上半图打出优势来。司空震，对抗路搬的，你公孙离自己搬，来自己搬的公孙离。这样的话，那你其实戈亚那边也不是特别好拿，感觉。虽然说戈亚配真机不错，但是现在戈亚如果用掉的话，一会儿打公孙离就少一个英雄。看狼队的最后一班，已经在2个班位上搬掉了渲染的英雄了。曹操3班渲染，搬得很干净。渲染曹操5战4胜，关羽3战2胜，然后包括他的司空震，在这个赛季是7战5胜，全是高胜率。主要这两个队伍确实胜率也高。这样对抗路的英雄是压榨的很厉害啊，两边都没选。现在因为狼队还没有出发育路，所以 AG 暂时边路的话。也不是很好说他到底拿哪个。狼队的话，看看最后一手这个射手位是留到5楼，还是把对抗路留到5楼？感觉对抗路留到5楼好一点啊。夏洛特两边搬了这么多对抗路英雄了，早点拿也行，因为没什么太多的选择跟 counter 之说的。对 ，AG 把这夏洛特一搬的话，估计是想出戈亚了。对，应该是拿个戈亚，然后看一下 AG 出什么英雄，再决定自己对抗路。王刷席卷。我把戈亚抢了，不给 AG 了。少资源就不是特别好去配。
因为 AG 这个2个班位基本上就已经决定我想要出什么了。对，所以这个戈亚狼队没有理由去给到一诺去用戈亚来搭配这个赵思源。我要跟戈亚配合比较多的，公孙离一个，戈亚一个，要不就是苍之类的，这种英雄会多一点。没有了公孙离，苍没有了戈亚，那就只有苍加上赵思源来打了。要不拿只能拿那种纯抗压射手，但是拿个后羿什么的，这把感觉又没意思。马超纯洁力士，应该还是苍。把夏洛特搬了，出马超也能够理解这个班位。是的，驰骋草原，还是苍。碎裂深渊。他选苍的话，那这把 AG 做换线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那当然也有种双边换线的可能，因为马超可以是放发育路来是的，然后让射手让一诺直接去上路去对归期。要看狼队最后一手啊，对抗路是不是个能抗压的？狼队的底牌，归期的英雄，咱们拿个开团，这套阵容老夫子好用啊。老夫子开团也有了，对不对？倒是合理，要不是孙策，你好像也。孙策也行，感觉孙策才是真正的我。哇，这个没道理，这个就算了，这个还是不太行。我感觉孙策好，就孙策也能去开，包括是要打到像 AG 的2个后排。这个英雄没赢过呀，为天空和大海3、4而行啊。孙策，知道归期很喜欢玩这个，但是这阵容感觉不是很合适。对啊，你看之前小鹿都塞成那样了都没赢，是吧？对，孙策还是不错的。哎，渲染面带微笑，很有趣啊。此时不妙啊，他俩对不太上嘛，各开各的。孙策拿出来也有一个开团了，因为刚刚李九也说了嘛。而且孙策其实，在朵利亚这个英雄上线之后，他跟朵利亚搭配的次数还是挺多的。因为他可以开双重。第一波如果节奏不好的话，他可以刷新开第2波。其实这英雄很适合这个归期他的风格。对，归期是一个，我觉得他是对抗路现在开团最猛的选手，而且他的参团率在对抗路啊排在了第3，69.92%。就正常情况下，当前版本的站边型选手，他的参团率正常来说是60%左右。你比如说像渲染的话，只有60.1%。我跟你说，他有自己的道。就是归期，他有自己的打法。我现在觉得他打法跟全联盟其他对抗路都不太一样，他是那种完全不要数据、不要 KDA 的那种打法，而且他对于整个参团、开团这个点上特别执着。其实上个赛季是比较明显的，归期在队伍整体成绩不是很好的时候，他愿意奉献自己的 KDA。对，就他这个打法唯一的缺点就是有时候会开急了。对，但是他跟的绝对快，才会有那场艺术型的画面。是的。是吧？但是开团能力确实强，所以他在那个8芒星图上，他的开团能力只是超出了正常平均对抗路1倍。对，那这名选手的话，他的首先在站边版本，他有着70%的参团率，就证明了他其实往正面支援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对的。然后同时的话，他在团战里面你会发现，因为我在上一场 BO5的时候也在频繁去了解狼队打微博的时候，就狼队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子焕和归期服务小胖经济高增长的一个过程。是的，是的，他是打野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啊。他的其实整个的经济结构还是不是完全一致的。对，其实2支队伍到目前为止啊，大家说这个黄狼大战，我觉得啊，其实今年的下一代黄狼大赛真比春天更好看。因为打到现在为止，最不骗人的东西啊，就是现在目前为止2支队伍打到现在，真实胜率方面 ，AG 第1。狼第2，AG 的真实胜率达到75%，狼能达到67%。然后2支队伍的分均击杀、分均死亡、分均助攻完全相同几乎。然后场均经济差也分别是第1和第2。然后整个就是意味着在这种良性数据方面，大家都是第1啊，那还是很有的看的。对，而且在最近的比赛里面，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大家在经济的获取上分配上的话，狼队这边他依旧是把他疯狂的对到小胖的身上，然后风萧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抗压作用。然后今天的话，看看风萧的这个抗压会不会比较顺利？因为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也能够明显感受得到，微博在给风萧足够大压力的时候，狼队必须要拆分人过来去管风萧。但是从射辅清净率上来看的话，如果狼队被逼迫着让医生过来管风萧，清净率达到49.1%的时候，反而输得更多。这个我们进比赛一会儿发生这个情况，给大家慢慢讲。现在大家听着可能一时间觉得有点抽象，就是说白了，其实越让风萧一个人抗压越稳的时候，往往狼队把握越大。咱等会儿进去慢慢看啊，这数据单拎出来有点苍白。新玩绕之前，这场比赛是在成都 AG 的主场进行，蓝色方成都消奥会，红色方重庆狼队，红狼大战第1局，比赛开始。全军出击！这场比赛现场一定是高朋满座啊！
好，开局，一上来是两支队伍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狼队的一血胜率能达到85%这么一个恐怖的数字。但是 AG 的非一血胜率达到了82.35%。就是说，先不谈，咱先假设，如果是狼队拿到一血啊，都不一定保证能赢，85%的一血胜率都不一定有太大的优势。但如果 AG 拿到一血，但 AG 的一血胜率其实没有那么高，但 AG 的非一血胜率有80%多，是真的很夸张。看一下啊，在前期开局的时候 ，AG 是做了一个射中网，渲染抢到了，直接过来一波激活，两个人过来打3个人。因为狼队这一波是过来交技能要打这个赤甲的，然后赤甲的话是被 AG 这边拿回去之后，然后紧接着3个人上去围2打了一波 AOE， 因为3个人叠位战了，被渲染给抢了。对，然后这场比赛在积分形式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关于 AG 如果赢了狼队的话 ，AG 将会锁定胜者组。哦，吓人。目前 TTG 已经锁定了。是的。双方打野都快到了。没有后退的理由。这把的话，小胖也是肉刀杨戬，稍微有点慢啊，小胖这里。但是你拿到了资源之后，你肯定是要被打一顿的。不过这波太靠前了，飞机直接倒了。不过杨戬也靠了过来，看能不能收个头。贴身3段大招放完，补往前了3个残血，但是毕竟已经推到了塔下，所以小胖没有再追击，一血被 AG 拿到。我跟你说，这个就打法特别归期，就是归期会有一些这种操作，你感觉他有点上头。其实这波他要撤，其实不打也能不打。但他就是只要看到小胖快到了，他就会想要把这个团开起来。他会上去卖一波的，他会卖，就哪怕自己会死，他都会把这个团开起来。这就是最近这一整个夏季赛，我感觉归期打法的一个缩影。这个劣质也被长生给保住了。对，狼队在前期的小资源基本上都比较亏，但是中路这一波3v3的过程当中，终于还是被小胖给拿下了。哎呦，这个点掉的有点不讲道理啊！比较关键，因为这波刚好红区刷新。是的。在抢中的过程当中，狼队也是3个人，但是 AG 人力状态不是很好。哇，这个有点轻松了。这一波打完，小胖进到了红区，把中野的这个红给反了。一波简单的中路对抗，看上路这里，其实他真说要不打也行，就是感觉到看到队友来了，看到小胖在侧面，就把这个团开起来。对。然后这种小胖跟过来，老实说是有一点慢的。是的。啊。上路渲染抢到啊，又是渲染的，是的。但是在上路的那一波，虽然说中艺有了1个人多的进账，但是到中路来，小胖的这一波拿到了中艺的头，就更加的展现出此消彼长的过程了。他这个击杀，同时还进到了野区，反掉了你的红区，动手，不想让你传走，位置卡住，小胖来了，进去1段大、2段大、3段大，放完1再进去，但是伤害不够了。凯比较肉，还是很暴躁。马上要4分钟了，然后中艺的状态能拉起来，一直在中上打。对，应该稍微拉扯一下，大招是能刷出来的。看风萧，这风萧的抗压，稳。你人消失了，我就不出来。就抗压射其实也真的很难打。嘴哥刚才前面提到了很多抗压这个概念，不是说你不死就要抗压。而且漏了，你得压抑自己的欲望。很多时候能吃也不能吃。你但凡贪吃一点就没了。是的。狼队4个人抱在龙坑，要拼城，想拼一压住位置，终于把龙拿到了，拿完了就跑。小胖没抢到。然后上路的话，看渲染已经在2塔的位置断线了。2个人今天少不了这种拼城的画面。上路，下路一诺开大招上去凶一波。渲染这里经济领先的有点多啊，其实就6刀，但是前面那2波野怪加上那波打架的钱加在一起，经济就上来了。下路是逼出了风萧的一个闪现，风萧就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啊。对。但关键点是风萧他在下路抗压，他也有了22刀、5刀，经验丰富啊。因为前期一诺的话，他有把下路做一个换线嘛。他更多的是在跟中上的团，对，所以以至于在捕捞上的话，要比风萧差一些。手条暴君控制率 ，AG 是51.1%，狼队能够达到87%。
手龙控制率这一块确实是狼队要更猛一些。对，但刚才那个是没拼过，打野经济差慢慢开始往开拉了。就那一波龙刚好是拉出来走到了就在中野旁边。对，然后在拼场上，终于还是拿到了。传下来还能分二技能发到。哎，这么吃的话，小胖的经济很快就会拉开了。小胖现在已经4500了。对，中艺现在3400。不过有一点，就是轩辕目前的经济高，也是高于归期不少的。对。掌控至高力量。小胖，哇，这经济开船，群雄转过来，转圈圈，再转圈圈，真有意思，再转。走，再转，再转走位没撞到，是的，好家伙，这归期带着子换，然后轩辕跟着跑，但是队友一下全到了啊，这是一种博弈啊，像小孩做数学题啊。马超溜孙策，这么溜的 ？A 车时速多少 ？B 车时速多少？同方向跑多久能追上？请问转多少圈孙策可以撞得上这个马超？是的，还是想把渲染的状态，这个经济给遏制一下，他就来不住。渲染的马超还是太熟练，来回怼几枪。不过这个孙策更多的画面还是得在团战的时候。目前啊，两边暂时是慢下来了。那一波小胖进到了红区之后再出来，其实主要就是在吃一些线上的经济。我说小胖跟钟毅是两个人经济都高，但看他俩刷钱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就你看钟毅刷钱有一种就是队伍的美感，就是大家。整个团队严丝合缝配合起来把打野对飞。小胖是你有种感觉很难得，你会看到一个选手看他刷钱，会有一种霸道的感觉，你知道吗？霸总式刷钱是吧？就是这种饥饿感非常强烈，你知道吗？感觉不一样。就跟平时炫饭一样。对，就是真气，你知道吗？就是眼睛发绿，你知道那种感觉。其实主要现在联盟有2种经济分配方式，一种就是小胖和婉婉这种，还有一种的话就是 AG 那种。利用辅助装团队式，对，利用辅助装把打野刀的效果在前4分钟取消掉，然后用3个人抱着去做经济分配，打3人80%经济收益的这种方式来去做兵线。哎，那这个肯定是抓不住的，想走，就是看能不能逼个技能出来。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是先富带后富，另外一个就是大锅饭。也不能叫共同，这大锅饭他多吃一点。对，大锅饭多吃一些。他多给他㧟2勺。对。坐船，轩辕这边就是在不停的继续拉扯。又来，轩辕说：“只要你在这个船不能原地掉头，你永远追不上我。”是的，归期没办法，开的再好也撞不着。哎，这一波是带上来重抢清线，就是还是被轩辕追着走啊，没办法，你经济差太多了，是的，因为打不了的。主要是孙策想撞马超，真有点困难啊。机动性不太一样，但现在轩辕已经在边线上。让狼队这边变得比较堪忧了。咬一口，小胖有点硬。这波红还是被子焕给保下来了。是的，但正面顶不住啊。一诺补了一剑，还带走了残血的医生，反撞拉扯出来。这一波真田给了控制，又将归期给控制。这波归期感觉有点没必要撞了，因为队友完全是跟不了的。对，而且狼队的正面就已经被打退了。这个红区主要狼队是为了就是保这个红，对。而 AG 的话就是不想让给到你的风萧，不想给到你的打野。所以才进了这一波红区做一个骚扰。就是刚那波集火，这小胖回了很多，但是架不住一诺隔着墙把医生点死。但是在狼队抢这波中过程当中，紧接着回头把最后一条小暴君给控了下来，也还行。就是归期刚那波真的其实收一收会更好，因为明显队友已经上不了，对，而且他现在经济比较低，他不能再死。这一波其实就是不想让你打野拿红，对，因为前面毕竟你是反了我一个红的，这一波把你的红反掉的话，就等于是把刚刚那一波挤回来了。这波亏的是医生这里有治疗，其实不然小胖的压力都有点大。对，但关键点就在于这一波一诺他在旁边带着个红 buff 啊，一个仓带着红 buff 在那伤害打满了，而且经济很高啊。一诺这把的10分钟的经济跟小胖几乎是持平的，但是这把小胖的10分钟的经济是低于均值的，没有达到自己的胜场平均10分钟经济啊。哎，等一下，刚刚聊经济镜头一回来，在上半图河道位置追轩辕追到了蓝区，把轩辕给造成了击杀。
让这个前期完全无法限制的渲染，这个是在10个打了龙潭的时候死了一波，打了个反向节奏，在刷暴君的这个时间点，反而是到上半区打了一波，应该是蹲了一波渲染往中靠，对，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波终于是打回了小胖，小胖在吃一堆控制，被打到了半血。这个位置其实反开，孙策开船过来的话，只撞到一个凯，是完全不虚的，自己被打了一部分状态，然后冯潇被追着点一个闪现跟过去，点掉了冯潇，人头被终于拿到。站在第一个追着点，哎，这个必须得说一下，小胖在这局比赛他的10分钟的分均是低于自己在本赛季的胜局均值的，但是在今天的这局比赛，一诺的10分钟经济均值是高于均值的，也就是说，但是一诺在这个赛季啊，他的比赛基本上是低于均值的。是的，懂我这意思吧？就大部分时候没有这么高。对，就是二塔赢的29局比赛里面有大量的比赛都是在低于均值的情况之下赢的，有13局的比赛，一般拿不到那么多钱。对，但他只要在高于均值的情况之下，他的胜率就极其恐怖。所以换句话来讲，就是今天如果狼队是让风萧继续抗压，其实 AG 有一种办法就是使劲的为移动。对。哎，不过今天的中艺的经济其实被小胖拉得挺开的。但其实得注意一下，其实现在不是中艺一个点的问题，就中艺现在这个凯呢，哪怕经济落后一点，凯这个英雄的强度，他开大顶在正面还是能顶住的。就是他每一波两边正面碰的时候，其实长生这个真机打出来的伤害跟控制是让狼队第一时间得往后退的。对。然后狼队这边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真机的原因，我总觉得这把就是跟归期这个开团点，大家都有点第一线配合不上。哎，杨戬一到人之后直接冲进去，一波起火就是要把一诺这个点给他打掉。好能回啊！还是跳出来了，再刷个大。孙策开船过来，6段挡船。用大帅进去之后是没有出来，但马超过来1枪2枪，再来1枪，还能再投放一个万人归鞘，收掉了1射，再来往前又是1枪，完成收割了渲染，还要追吗？10下，再来1枪，又收掉一个，没死啊！一波团灭了重庆狼队。5将，他这个不是杀了个7进7出啊，我数了一下，足足扎了10枪。不对啊，一波了。15秒的时间，来不及的，中路的高地塔破掉，最多也就3秒减速。小胖不过10秒，来不及，一波猝死团。兵线要压进来，最快复活的小胖还有足足6秒钟的时间，完全不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完会。这局的 MVP 我感觉不是发育路就是对抗路了，如果没有这波最后这一波，感觉很有可能是仓，但是最后。